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啾啾健康咖。我是啾啾，欢迎大家来到啾啾的新频道哦，跟大家一起来聊健康。那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我做健康1+1已经10年了。那么呢，这个新频道呢，未来啾啾会邀请呢，我在这个10年之间认识到的医生、专家、大咖、好朋友们，来到这个聊天室里面，不藏私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知识。所以这个时间呢，希望大家一开始帮啾啾这个新频道成长起来，然后动动您的手，点个赞。然后今天呢，我们会讲这个主题，就是其实我身边也有家人曾经出现的一些疾病，而且这个疾病呢会来得非常的突然，那对照顾者有很大的压力。包括就是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他本身就是医生，但是他也遭受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中风。那中风呢，其实不是只有老年人的专利哦，有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看起来很健康的人也会中风。那最可怕的就是中风前其实早有警讯。可是我们都会觉得，哎呀，我们只是自己太累啊，包括什么肩颈酸痛啊，这可能是我真的太累，但是这不是哦。我们今天就要来帮大家解开几个关于中风的常见的误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血压正常啊，其实我就不会中风啊，或者是我觉得肩颈很僵硬啊，走路好像有一点不稳啊，这到底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吗？或者是有没有简单又有效的中医食疗，可以来帮助我们降血脂、活血，甚至帮助我们预防中风？还有一些叫养血管的食材，比如说木耳啊、黑木耳啊、山楂呀，这些到底怎么样吃才是正确的呢？好，我们要邀请来的这位中医师不仅是临床经验丰富，还有5代家传的食疗智慧。我们今天就要一次告诉大家，中风来之前，身体到底怎么样提醒您，以及你现在可以怎么样保护您的血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也就是怀生堂第5代传人张维军医师。Hello， 张医生你好。啾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维军张医师。张医师你好，欢迎来到啾啾健康咖。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张维军医师。张医师他的家族呢，自清光绪年间行医以来，历经120多年的悠久历史，从小就耳濡目染，承传中医临床经验以及100年食疗方子，同时也彻底实践药食同源的治病养生法则。所以家传到现在已经是5代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真的好好，我们都称张医师是5代中医，所以我们要跟张医师好好的来挖挖宝。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想请教您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中风前其实有一些警讯，但是现代人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太累了，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所以我想请教张医师张医生，我们怎么看中风的一些前兆？哪一些征兆真的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呢？其实中风前兆最常见的就是刚刚啾啾有提到，肩膀脖子很僵硬、很酸痛。那其实通常如果只有一边的肩颈酸痛如果只有一边的话，那个就是肌肉发炎。一般通常那个就是长期姿势不正确，比如说有的人拿手机那个躺在沙发上头歪一边那这个可能会有一边的肩颈酸痛但是你如果说肩膀是很沉重不是僵硬是沉重，那可能是太疲倦的关系。但是如果是像石头压住一样有的人背部、肩膀、脖子很紧，好像一块石头压住，很紧很僵硬，整个背部就像快要炸开快要爆开一样，这个就要很小心这个应该就是中风的前兆。尤其这样的人如果有高血脂、高血压的话那就更要小心了，这真的很有可能是中风前兆。那张医生，其实像您说肩颈僵硬，或者是说像你说感觉会像一个石头压住，或者是您刚刚提到说只有单边吗？所以就说如果肩颈僵硬酸痛双边来讲，就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是这个意思吗？两个好像大石头压住一样，是这个意思吗？对，它压住的地方，它会在中间的地方，就是中间，对，在脖子跟我们的肩膀交汇的这个中间的位置。那我刚刚讲到说，像人就是只有一边很卡，一边很怪，那个很多都是因为他的肌肉姿势不正确造成肌肉的问题那个跟中风比较没关系。所以假如您的
这个肩膀脖子是只有一边很僵硬，那通常反的不是中风前兆。但是如果是整个那整个如果说是很沉重，而不是僵硬，是很重的那种感觉，那你就是太累了这个也不是中风前兆。但是如果说像有一个东西压住就像背着一个人在后面，或者是你顶着一个那个很大的石头，就感觉脖子肩膀特别紧僵硬整个背部快要炸开快要爆开那种感觉就真的要很小心是，因为刚才我听张医生您这样介绍，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紧张，因为肩颈僵硬酸痛，好像是每一个就我身边的一些我们的 team member 也会觉得，哎呦，最近好像肩颈酸痛，然后我自己觉得肩颈好像有点酸痛，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啦。那么我们想进一步来了解一下，除了刚才提到的肩颈僵硬啊、酸痛啊，还有哪一些可能是你有可能快要中风的一些症状呢？是，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如果只是知道说，肩膀脖子很僵硬，这太多人有了但是，快要中风的这种其他症状比如说手指头会稍微麻麻的那嘴唇会麻麻的或者是说你喝水会变得很容易呛到或者是说你最近觉得特别健忘或者是说脸发热、耳朵发红那这个其实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整个背部很紧像石头压住一样，这些症状如果全部都出现的话那真的要很小心因为这个脑血管中风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脑中风这个都会误以为没有前兆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中风了，我们会觉得说他平常很健康啊，怎么会突然间中风？其实像这样的人，他平常早就有征兆了，只是这些征兆都很轻微那他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啊，小毛病啊所以就算觉得不对劲，他也不会跟别人说那导致别人误以为说这个人平常很健康，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小毛病了，而且怪怪的，但是他忽略了，或者是他不想讲或者是他根本不想去做检查或者是他觉得说这些症状很快就过去了没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这个比较危险所以中风前身体会出现一些警讯或是前兆我们称它为小中风又叫做暂时性的脑缺血那这个就是可能即将发生更严重的这个中风的预兆。那常见的这个中风前兆，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说像比如说我们脸的一侧啊，或者是一只手一只脚突然间无力啊，或者是麻木失去感觉这个就是蛮危险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请患者举双手，那这个时候有一边举不高比如说我们正常人两手举起来会一样高，但是如果快要中风的人，他两手举起来，他有一边会举不高，会比较无力那第二个情况是，像有的人会突然间说话讲不清楚，或者是说话很困难或者是你以前讲话很流利的最近怎么讲话都很容易吃螺丝或者是说你突然间会听不太懂别人在说什么再来有的人是眼睛中风的前兆是他眼睛会突然间视力减退模糊甚至会突然间失明那有的人是会突然间头晕或者是没办法平衡这个走路有点障碍刚刚主持人也有讲到说怎么走路不太稳这种人可能会突然间感到头晕或者是会有种失去平衡跟协调的感觉那再来有一种头痛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他的后脑痛，他特别是痛在后脑对，那或者是有的人是偏头痛或者是突然间很剧烈的头痛，甚至会痛到想吐或者是痛到整个人都意识不清像这种就是真的就是已经快要中风了那另外还有一种是脸会歪一边脸会歪一边。那我们一般在微笑的时候这两个嘴角是对称的，但是如果快要中风的人他在微笑的时候，他有一边会下垂一边会下垂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中风前兆当然有一种是颜面神经麻痹，那个不一样因为颜面神经麻痹是病毒感染到我们的这个颜面神经，所以我们一边的颜面神经就麻痹了所以我们在微笑的时候
这边它就没办法很对称哦。那这个不是中风哈、哦，通常我们如果是中风引起的这个脸部稍微歪斜哦，都会这个伴有刚刚讲的这些症状，比如说头痛啊，哦，意识不清啊，或者是突然间头晕啊，哦，或者是那个讲话突然间不清楚啦，哦，都要伴随很多的这些小症状，哦，这样才算是中风前兆。哦是啊，因为这些症状哦，往往只有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就过了，很多人会哦。不以为意，哎，都觉得没什么啊，就发作完就很快就过了。哦，这个反而要小心。所以一是。般像刚才张医生您提到的这些症状，有时候会觉得好像人太累，也会有一点点，比如说头痛啊，偏头痛。就是现代人有时候紧张压力下来，也会觉得好像这些都经常出现。那么如果说哈，有些人就是评断的标准会觉得，哎呀，我血压好像很正常，那血压正常好像就不会中风，所以甚至他会忽略前面您提到的这些症状。那血压正常应该不会中风，是可能的吗？哎，不是这样子哦。哦，一般我们都认为说啊，血压高啊，哦，那才会中风，血压低就不会中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哦，就是我们血压高，当然血管受不了会爆掉哦，这个会中风。但其实就算你血压不高，但是只要你血管硬化了，哦，血管变脆了，哦，那就很容易破裂出血，那一样也是会中风的哦。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血管硬化。那血管硬化有几个原因哈，比较常见的是三高，然后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因为三高哦，所以你的血管持续发炎，所以它就硬化了哦，脆化了，所以当然可能会中风。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低血压的哦，哦，而且他是营养不良的人哦，哦，那我们的血管缺乏营养，也一样会硬化、脆化，一样会出血，一样会破裂，一样也是会中风。哦，所以说我们常常听到说，哎，有些是吃素的人呐、或者是吃的很清淡的人呐、他血压也很低，哎，怎么也中风了？哦，其实这些哦，很多都是低血压、贫血的患者。哦，啊，因为他的血管缺乏营养。哦，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血管也是需要营养来滋润。那这些人可能平常吃的都太过于清淡，那没有一些比较营养性的这个营养素。哦，所以说血管慢慢的就缺乏营养而硬化脆化。哦，那这种因为它一旦脆化破裂以后它的出血量会很大，所以这种低血压产生的中风反而特别严重。哦，因为你出血量太大的话我们的大脑里面脑细胞破坏的就特别多。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高血压才会中风，即使低血压也会哦。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压力太大也很容易中风。像有的人虽然他没有什么高血压，也没有低血压，也没有高血脂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压力很大，结果竟然也会中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压力大的人自由基会特别多，那这个自由基会攻击我们的血管，导致我们的血管也是硬化、脆化。哦，而且我们压力大的人很容易产生血栓，这个血栓堵塞血管一样也是会发生中风。哦，所以我们这种压力比较大的人最好是适度的运动可以放松心情而且运动也可以减少血栓。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不是只有高血压的人高血脂的人才需要去预防中风。我们要注意我们是不是也有营养不良我们也要注意是不是压力太大以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小心防范的。是。不要那个，不要再换了。刚刚断线了。对，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吗？我现在又恢复了，都没问题了。
现在恢复了哈，不好意思，我们要跟观众讲一下，刚才不好意思是我这边的讯号断线了。那刚才张医生有跟我们谈到，就是有关于血压正常的部分，为什么血压正常？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不应该是中风啊，那有可能就是在您的著作里面，我们可能再进一步来谈一谈啦，就是说在您的著作里面有5代中医家传食疗治百病这本书里面有提到2样的食材，就是荞麦还有山楂，是降血脂以及活血的这种完美组合。所以我可以进一步请教一下张医师，这个荞麦跟山楂它是降血脂活血的完美组合，怎么说呢？您怎么看呢？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中风不管是高血压、低血压，所有的原因都是因为血管脆化、硬化。然后破裂出血，才会产生这个脑细胞的这个压迫嘛，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血管不要那么容易脆化硬化？最主要的就是要靠一些像荞麦这样子的类黄酮，我们都知道类黄酮它本身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抗氧化，降血脂、降血糖，还可以保护血管，比如说。像有些人他会有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很像蚯蚓一样这个在我们的皮肤上很难看，那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因为它的血管一直在发炎，那当然我们的大脑的血管如果也一直在发炎，那就更不妙了那因为它可能会产生这个血管破裂导致中风，那因为荞麦含有芦丁这个成分它就是一种叫生物类黄酮，我们又称为维生素 P， 它可以改善血管的脆性，所以我刚刚讲到的那种静脉曲张，当然它也可以改善，所以说，因为它保护血管，所以对于中风它也是可以预防，不管你是属于高血压的中风还是低血压的中风，只要你的血管的弹性能够保护，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中风的危险性。那荞麦本身也含有这个烟碱酸那烟碱酸它是可以降血脂可以降血脂所以说因为血脂太高的话也是很容易产生血管硬化。再来，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山楂跟荞麦是完美的组合的确我书上是这么写，因为临床上我们都用荞麦跟山楂2个再给一些有中风危险性的这个患者来预防那山楂一般我们都是用来促进胃酸分泌它比较适合胃酸太少消化不良的人比如说像有些人他吃饱饭就会觉得怎么食物在胃里面停留很久，好像很久都没有消化掉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大便特别臭我们大便如果特别臭，代表我们吃进来的食物没有很好的消化，导致在肠子里面它腐烂了，所以大便才会臭。这个就是胃酸太少那胃酸太少，我们就可以用山楂来增加胃酸那这个时候我们消化就会变好。但其实这个山楂它还可以扩张血管，可以增加动脉的血流那可以强心可以降血压，也可以降胆固醇山楂是一个很好的降胆固醇的一个食材而且山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动脉硬化那这个我们如果把荞麦跟山楂一起煮来吃那这个刚好2个最好的最强的组合就可以来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这个中风的危险。是，这样我们听起来这个荞麦跟山楂，它确实是不仅仅是可以预防中风，而且对我们血管清理我们的血管、保护我们的血管都有很好的作用。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家传的荞麦山楂粥听起来真的很棒。具体有没有要怎么煮？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要特别注意事项呢？这个荞麦山楂粥它主要的配方就是丹参2钱那川七1钱。山楂2钱，那我们先用3碗水煮成8分，然后荞麦5钱，再煮成荞麦粥之后，把这个药汁倒入这个一起搅拌，那我们可以只喝粥汤，这样就有效了，荞麦吃不吃都没关系。那胆固醇比较高的人可以2-3天吃一次当做保养。那2-3个月后我们可以抽血检查，
如果胆固醇已经降低了我们就可以改成常常吃荞麦饭啊、荞麦面啊，或者是泡荞麦茶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荞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中风的一个食材。那荞麦的使用方式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保温杯里面，然后直接用热水冲那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饮用所以这个很简单就是把荞麦放在保温杯里面，直接热水冲半个小时就可以喝这样蛮方便的是，那我们现在就有了解一下，就说我们这个荞麦山楂粥啊，其实很适合用来做预防性的保养。那么有没有哪些人是特别适合的？比如说像高血脂啊，或者是说常熬夜，或者是高血压的人啊，这些人是可以适合吃吗？这个第一个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血管硬化的最主要因素就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这三高通常是怎么来的呢？一般来讲，很多人都说，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得了这个三高的问题？其实三高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淀粉类、含糖食物吃太多再来第二个就是习惯吃油炸啦、零食啦、高油脂啦、重口味这种人那三高患者一般都可以定期煮来喝那来保护血管。那荞麦比较适合的人就是所谓的三高人群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荞麦它富含膳食纤维跟乳丁这个成分，它有助于降血压、降血脂。再来，肠胃蠕动不好的人因为荞麦也富含高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健康帮助排便。再来，因为我们都知道血糖也会破坏我们的血管造成中风的这个危险性升高，所以我们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我们也可以这个喝这个荞麦茶，或是吃荞麦饭，或是荞麦面那再来素食的人这个因为荞麦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我们也可以适合作为这个就是做成荞麦饭，把荞麦跟饭一起煮，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吃到太多的淀粉类。那山楂适合的人就是刚刚提到说消化不良的人那一吃东西就胀满就肚子很胀，或者是说一喝汤就感觉消化不良，所以有些人都说我吃饭要饭水分离。你既然要饭水分离才会觉得消化得好，代表你的胃酸是分泌不够的那可以吃山楂。再来，血脂肪太高的人会吃山楂可以降低血脂肪，改善血液循环OK， 那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心血管疾病，是，我想其实像这个山楂荞麦粥，我想其实对于一般的民众做保养很好，但是有些人张医生，我想了解请教您一下，因为有些人说，因为山楂吃了之后，他胃会不太舒服，所以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很多，比如说你高血脂啊、高血压啊，这些人是很适合吃山楂，那有没有一些禁忌？比如说有些人真的是最好吃少一点或不要吃呢？如果说荞麦不太适合的人，大概就是脾胃比较虚弱或是脾胃比较虚寒的人，这种人很容易腹泻、腹胀、消化不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荞麦它富含很多纤维那纤维它本身就是寒性的食物纤维越多寒性越强因为荞麦它本身纤维确实也比较多，所以它可以帮助排便。但是相对的，你的消化功能如果比较弱，脾胃比较虚寒的人，那你如果吃太多的纤维，就会产生腹胀、消化不良。那山楂不太适合的人就是胃酸过多或者是胃溃疡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山楂可以增加胃酸的分泌，但是你如果说胃酸已经太多了，或是你有胃溃疡，因为这种人不能吃酸的东西大家记得胃酸过多的人或是胃溃疡的人，吃到酸的东西我们的胃会更不好。所以说，因为山楂本身酸性比较强，所以它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所以这样子的人就不适合吃山楂那你可能就单独用荞麦就可以了。那还有孕妇孕妇这个因为山楂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那这个怀孕的早期可能要避免大量的使用山楂。那再来就是我们空腹的时候不适合用山楂山楂最好是饭后吃，因为空腹的时候我们的胃黏膜比较薄，
这时候你如果吃这个山楂的话，可能因为它的酸性会刺激胃，那引起胃的不舒服，所以说荞麦跟山楂两个都是偏寒啊、偏酸的食材，比较不适合身体虚啊、肠胃弱的人，例如食欲不好啦、消化不良，吃饱饭就拉肚子啊，容易疲倦啊，而且都不会口渴这种人，我们要少量食用，或者是你可以搭配比较温补的食材，比如说桂圆啦、红枣啦来中和。或者是中药，我们可以加3钱的这个白术，这个中药的白术来保护脾胃，这样子就不会有副作用。是。那么我想其实这个山楂啊，有关于山楂跟我们讲到，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就是预防中风的这个药膳啊，其实还是有一种叫做麦片。那很多人就说，麦片粥啊，好像可以来降胆固醇。那我想进一步来请教一下张医师，麦片有没有可能它也可以预防中风呢？那到底要怎么吃呢？它的作用主要主体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麦片它的种类非常多，但是大家记得，只有含有贝塔葡聚糖的麦片，它才能够降低胆固醇，不是所有的麦片都能够降低胆固醇，那含有贝塔葡聚糖的麦片，就是我们所谓的纯燕麦片，它是整粒的燕麦切碎，我们称它为切割燕麦。这种麦片必须要煮20到30分钟才能吃，要吃这种麦片，它才能有效的降低胆固醇。那还有一种是蒸熟以后把它压扁，这种燕麦片，这种燕麦片称为压扁燕麦，那它的口感比较滑顺。一般做成燕麦粥，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燕麦煮成粥，就是讲的就是这种压扁的麦片。这种麦片大概煮5到10分钟就可以吃。这种燕麦片降低胆固醇的效果会变差，但还是会具有一点效果。那如果我们把压扁的这个燕麦片再切得更细，更薄，更碎，那就称为快煮燕麦。这种快煮燕麦直接冲泡就可以吃了，都不用煮。那这种降低胆固醇的效果就更差了，但还是有一点效果。那如果把快煮燕麦片加糖啊、加奶精啊、加香料啦、调味料啦，这种味道会特别好，那口感也会比较滑顺。那通常都会做成一小包一小包，那方便这个购买者打开那冲热水就可以喝。但是这种就是一小包一小包的这种即时的冲热水的这种燕麦片它不但不能够降低胆固醇，还会增加胆固醇最主要是因为这些糖啊、奶精啊还有人工添加物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是为什么胆固醇会高为什么血管会硬化，为什么会脆化，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吃到一些会破坏血管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糖啊、奶精啊、人工添加物，那血管一旦破坏这个就会刺激我们的肝脏制造胆固醇那所以说胆固醇看起来就升高了，但其实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你吃进来太多胆固醇，而是你的血管因为吃了一些不好的食物所以说产生一些破坏的作用导致我们的肝脏会修补血管。那我们肝脏要修补血管，它就是制造胆固醇所以说这种一小包一小包的这种燕麦片它除了好吃以外对身体不但没有保护作用，反而还会引发三高和心血管问题。那这种燕麦有的会做成塑胶罐装，那直接饮用喝起来很方便。但是你如果真的想要降低胆固醇就应该要避开这种燕麦制品有的人每天吃很健康很纯的这种燕麦片，但是胆固醇不但没有降，反而还会上升，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都知道胆固醇会超标，这主要是因为血管受到破坏。那血管破坏，肝脏就会制造胆固醇来修补血管这就是胆固醇超标的最主要原因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血管会受到破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吃到很不健康的食物，像面包啦、饼干啦、油炸啦、高温烹调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含有不好的油比如说煎过、炸过炒高温快炒这种油也都会损伤血管，导致胆固醇升高。所以很多人虽然每天吃很健康的纯燕麦片，可以消耗掉一些胆固醇，但是他同时也因为吃这些很不健康的食物，所以
肝脏也制造了大量的胆固醇，哦，所以说这样子相比哦，你胆固醇可能还是升高，哦，所以说要让胆固醇不要超标，最主要原因就是要小心我们的饮食，哦，那避免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含糖啊，哦，不好的油啊，哦，或是那个面粉类吃太多，哦，那这样子我们胆固醇就不会升高，哦，自然会维持在好的状态。是，我觉得刚才张医生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很多人担心胆固醇，然后就说啊，那我不要吃胆固醇高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很多人吃蛋，然后就说我不吃蛋黄我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相对的，你又去吃了一些面包啊，还有就是手摇杯啊，这些含糖饮料啊，可能就会让你的肝脏制造更多的制造更多的胆固醇，那你胆固醇可能就会升高。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理解，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胆固醇啊，其实会有一些另外的认识。我们有机会再来跟张医生多谈谈胆固醇。我们再来讲说，因为今天呢，我们是啾健康咖是在这个啾健康咖跟健康1+1的频道呢同步直播。那因为未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啾已经做健康1+1已经有10年了，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让更多的观众哦，就是我们在这10年间，其实也认识了很多一些我们的医生大咖们，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频道，让啾可以邀请他们在这里可以畅谈，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一些健康，甚至我们过去就是不外传的这些健康资讯呢、健康知识，都会在啾健康咖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大家一起来聊健康。所以如果呢你也喜欢更多想要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啊，我希望您可以帮助啾把这个频道增长起来，所以你现在呢就可以动动你的手指头，帮我们在啾健康咖里面订阅一下。那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邀请更多的嘉宾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聊健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5代中医张维军医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其实这个中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希望能够我们借此了解人为什么会中风，我们怎么样预防它，然后我们可以去更好的来控制好我们的健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张医生这个问题了，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天气冷才会中风，其实天气热、血管扩张、流汗多也会让中风的风险升高。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位中医生，也是提到说，夏天其实是中风很容易升高的风险因素，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张医师，夏天我们要怎么样来照顾身体，避免中风呢？一般我们都会认为说冬天是中风的高风险的季节，但其实这个观念不对太冷太热，只要温度波动太大，或者是冷热太极端，都会引发中风所以炎热的夏天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对于有三高或是心血管这个病史的人更要小心刚刚舅有提到说这个夏天它的高温因为温度很高，所以说我们也可能导致这个血压上升。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夏天的高温会使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那我们的这个流很多汗以后水分流失，这时候我们的血管里面是脱水的。那脱水以后血液会变得很浓稠，那容易产生这个血栓所以就会增加这个中风的风险。那夏天如果要预防中风第一个补水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定时喝水，不要等口渴的才喝。再来，我们要避免大量流汗以后却没有马上喝水，尤其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平常血管都是脱水的所以一旦流汗的时候就更需要补水。再来，我们建议每天的喝水量如果你是在冷气房工作夏天的话大概喝1200那你如果在外工作的话，流汗比较多，我们就要大概补充到2000。张医生，我可能要稍微帮您暂停一下下，因为您现在的画面，你可以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您的画面，你的画面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哦。对，你的画面已经变成横屏了，你可以帮我们调一下吗？就是帮您的您可能 iPad 会自己旋转，您稍微旋转一下你的 iPad。好。对，这样我们就导播可以切换，另外一个，对，这样您的画面才是正确的。对，奇怪，没关系，好，那没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还是请张医生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有关于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怎么样来在夏天来预防中风呢？你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次吗？ OK， 好，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冬天是中风的高危险季节，但是其实最主要我们容易中风，只要是太冷太热温度只要波动太大或者是极端的冷热，都会引发中风所以说炎热的夏天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对于有三高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是心血管病史的人，到夏天也是要注意那刚刚舅舅有提到说，夏天这个高温这个问题它因为夏天的高温会导致血压升高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分会流失，这个是最大的重点为什么体内的水分流失就是说流很多汗以后，其实也很容易中风，因为我们都知道流很多汗最主要就是我们血管里面会脱水，那脱水以后，我们的血液会变得很浓稠，就很容易产生血栓会增加中风的风险。所以各位要记得，流很多汗没有及时补水，会产生这个血液浓稠的现象会产生血栓所以夏天要预防中风第一个补水是关键我们要定时喝水，不要等口渴以后才喝。那我们要避免大量流汗以后却没有马上补水，尤其是老年人那因为老年人体内常常都是在一个脱水的状态所以说老年人一旦有大量流汗以后，一定要马上补水再来就是我们每天建议的饮水量就是你如果是待在冷气房里面的话，就是大概补充1200cc 的水。那你如果在外面工作流汗比较多的话，你就要补充大概1800到2000cc 的水而且我们也要避免摄取太多糖分、酒精，还有浓茶咖啡，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导致我们脱水我们刚刚讲过了，一旦血管里面脱水的话，血会变得很浓，这时候会有危险再来我们要控制一些那个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因为你很高温的环境下，血压可能会突然间升高，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突然间在很热的地方待太久。再来我们的饮食也要注意减少盐、减少油，因为夏天胃口差，我们可能会想要吃重口味，那这些重口味可能会导致脱水那再来我们也要避免说在很高温的时段外出我们要避开最热的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建议穿比较浅色透气的衣服戴个帽子那如果在室内的话，你要保持这个通风跟温度要降低，比如说开冷气或风扇再来我们也要保持这个作息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进行适度的运动那夏天我们比较建议在早晨或傍晚比较不热的时候来运动，但是也不建议这个剧烈的运动，尤其是在闷热的时段那再来饮食方面，夏天我们建议多吃一些含钾比较多的蔬菜水果，比如说香蕉啦、奇异果、番茄这都有助于稳定血压。再来就是可以多摄取一些 Omega-3 的食物，比如说像鲑鱼啦、亚麻籽，或是吃鱼油，因为 Omega-3 是可以防止血栓减少中风的几率所以这是夏天我们要预防中风的一个要注意的方式。是，那么张医生，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在线上有观众在提问嘛，那刚才提到就说，其实 LDL 胆固醇升高不一定会堵塞我们的心脏，然后这是他的建议，这 Kevin， 我想你可能看魏，你应该还在线上，如果您在听的话，因为他有提到是主要的是要能够预防中风呢，三酸甘油酯，也就是三甘油酯的数值要更低一点。那您是怎么看待他的观点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过这个中风有2种一种就是血管破裂出血，是这个通常是血压太高啦那或者是说那个我们营养不良导致血管太脆弱这个会破裂出血。那另外有一种是那个血栓血栓的中风它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血栓的形成。那通常三酸甘油酯如果太高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产生血栓。所以各位要注意中风有2种，一种是血管破裂出血，当然这个很严重非常严重。另外一种是血栓的那种中风，血栓的中风就跟三酸甘油酯很有关系当然跟我们刚刚讲的脱水也很有关系
那三酸甘油酯的话，就是说，当我们摄取太多淀粉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用不了那么多的淀粉类，因为我们都知道，淀粉类摄取太多的时候，它会在体内会变成糖，那变成糖，我们要把它用掉，要怎么用掉呢？比如说我们要运动啊，或者是有的人他要去做一些劳力的工作，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糖用掉。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坐办公桌的，或者是你长期久坐，你并没有很多的劳动，但是你却吃了很多的淀粉类，比如说面包啦、饼干啦、馒头啦、面条啦，或者是有的人吃饭会吃1碗以上，那这些淀粉类、这些糖你都用不掉，它会变成三酸甘油酯储存起来，那你一旦常常都有这样的饮食习惯，久了以后三酸甘油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栓就很容易产生。那很多人可能会说，三酸甘油酯不是要吃猪油啊、吃肥油啊，才会有这个三酸甘油酯吗？其实不是哦，三酸甘油酯只有3成是吃进来的，有7成其实都是因为摄取太多的淀粉类。所以说我们要怎么降低三酸甘油酯呢？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要减少淀粉类的摄取。当然一些饱和脂肪我们也要减少，但是很多人就是三酸甘油酯高了，所以他就完全不吃肉，完全不吃任何的脂肪，结果三酸甘油酯还是很高，这种人也是很容易中风的。那当然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吃太多的淀粉类，或是吃太多的糖类，它在体内转化成三酸甘油酯所产生的，这点要特别注意。是。那这样子说来，其实刚才张医生您提到这个点啊，刚才这位观众啊，开威lao，对不起，我发音不知道对不对哈？他因为他是在马来西亚嘛，他说其实他已经，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普遍性的问题，所以我也希望来跟张医生来互动一下，因为他说他吃低碳水饮食已经2年了 ，LDL 啊跟 HDL 其实都很高，可是他的三酸甘油酯呢很低，在0.9以下，是不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他虽然吃了低碳，可是他是不是吃了过多的糖呢？有可能吗？这是有可能的哦，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坏的胆固醇太高往往有时候是，比如说有的人低碳饮食，但是低碳饮食以后，他也连着一些脂肪，比如说动物脂肪，他也不摄取。那动物脂肪不摄取，当然三酸甘油酯会低。问题是，他可能就是说，这摄取太少的脂肪，而且又低碳水饮食，他肚子就饿了。那饿了以后，他可能会吃一些这个零食类的东西，这个是最有可能的。那另外有一种人是，他真的就是低碳水饮食，也真的是低油脂，那也没有在吃这些零食类的东西，但是没想到竟然胆固醇也高了。这个还有可能就是当我们的荷尔蒙体内的荷尔蒙降低的时候，比如说女生超过50岁，男生超过55岁以后，体内的荷尔蒙会降得很低。这个时候你几乎就是说吃任何东西都会产生三酸甘油酯，所以有的人他补充异黄酮，像女生补充异黄酮，那这个时候三酸甘油酯或者是胆固醇就降低了，就是所谓的坏的胆固醇就降低了。所以我们要看年龄，假如这位这个观众他的年龄是超过50岁以上，很有可能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所以这个是重点，是。我听不到。就是他呢，其实刚才这位观众啊就提到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了，我觉得真的要跟他鼓掌鼓掌，因为他其实每天都超慢跑60分钟，我觉得这个运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有关于胆固醇啊、LDL 啊、HDL 都是可以在平均值以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请你要保持好，那我再讲一下，我们其实在过去跟张医生的直播过程中啊，也有很多观众提问啊，就有人问，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相关，就是平常有在吃降药，然后还有包括降血脂药，如果他再搭配药膳，像黑木耳啊这样子可以吗？对他的血脂、血压会不会有一点影响？黑木耳的确是有一定的活血、降血脂跟抗氧化的功效。是，最主要是黑木耳它含有多糖体，
植物纤维，还有一些天然的抗凝血的成分。但是你如果同时正在吃降血压的西药那黑木耳的钾它是有轻微的降压作用，它有助于控制血压而且作用很温和这个时候你黑木耳跟降血压的西药同时使用没有什么大碍但是你如果说正在服用降血脂的西药那黑木耳因为当中的膳食纤维也是可以帮助降血脂，所以说你吃黑木耳也没问题不过如果你正在吃抗凝血的这个西药这时候你吃黑木耳的量太大的时候，就要注意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像你如果正在吃这个服用抗凝血的西药，那每次吃黑木耳的量不要超过30公克那你跟抗凝血的西药要间隔2个小时再来服用抗凝血的西药的时候这个避免频繁大量的使用黑木耳。这时候你要观察，如果身体出现淤青或是牙龈出血啦、大便出血啦这些有出血现象的时候，就必须要停止服用所以我们结论就是说，你如果是一般的降血压的西药或是降血脂的西药，你适量的吃黑木耳像凉拌炖汤这些都是可以的，不必完全避开。但是如果你同时服用抗凝血药或者是抗血小板的西药，这时候我们就建议黑木耳要跟这个西药要间隔2个小时，而且要特别留意用量，因为只要用量一大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出血的危险的确是这样。我想这个问题还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那张医生说黑木耳可以降血压呀，或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吃这样很棒降血脂可是你还是如果有在服药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食疗加上我们的药物有可能它的作用会更大一点，所以您还是要特别注意您吃的量。还有一个也是有观众提到说，他自己有子宫肌瘤，然后他又有贫血，那因为这2个问题他能够吃黑木耳吗？这个子宫肌瘤因为它很容易导致这个月经量太大，或者是子宫出血不止，那就比较会合并贫血的状况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有活血作用的这个食物，因为你越活血出血量越大像比如说像黑木耳，它就有活血作用也有抗凝血作用那这个它也可以帮助血液的循环所以说你一旦正在出血的时候，你吃这些促进血液循环的药或者是活血的药当然出血量会更大，贫血就会更加严重所以说你子宫肌瘤伴有贫血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黑木耳它活血的这个效用可能会使你的月经量更多对于这个月经来的时间过长或是出血量太多人来说可能会加重贫血那我们建议就是在月经期月经来的这段期间，或者是出血量很多的时候，要避免吃黑木耳，或者是等到出血控制稳定以后，你可以偶尔少量吃这个黑木耳，例如说每周吃1-2次那煮汤会比较好。那你如果正在因为贫血正在补充铁剂的人，建议这个铁剂跟黑木耳要错开2个小时以上，以免这个黑木耳里面的膳食纤维会妨碍铁的吸收那你如果说是因为子宫肌瘤，那引起这个所谓的缺铁性贫血那你补铁还有要控制出血才是根本。这时候你的食补可以搭配这个红枣啦、枸杞啦、牛肉、菠菜啦而且要避免比较寒凉或者是活血过头的食物这点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是，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对于食疗或者是因为其实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我想这些关于预防中风的民众其实还蛮多的。如果大家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留言给我们。如果我们在未来的99健康咖里面呢，邀请到我们这些大咖医生包括张医生，都会希望尽可能的回答观众的问题。因为大家对于食疗，我觉得确实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尽可能的用饮食来调整你的健康体质。当然，如果你有疾病的话，当然是要去求医。但是在平常的时候，你的保养，你吃进什么，对你的身体就是会有影响的。好，那我们再继续来
帮忙观众回答一些问题，我会觉得很想问，因为上次我们提到牛蒡嘛，牛蒡，那可以用牛蒡干。有时候我们在找这个牛蒡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找到新鲜的牛蒡，但是市面上或者是中药材行有这个干的牛蒡，可以用干的牛蒡来代替新鲜牛蒡吗？效果会不会不一样？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哦。那而且这个干的牛蒡其实使用更方便哦。一般来讲这个新鲜的牛蒡生的牛蒡我们是拿来煮鸡汤加几片姜这个新鲜牛蒡再加一点姜煮鸡汤，特别好吃，味道特别香，很像人参鸡汤大家可以煮来吃吃看，真的是很好吃。那干燥的这个牛蒡我们可以拿来煮这个养生茶那这个养生茶我们可以把牛蒡加上枸杞啦，加上红枣啦那喝起来非常的好喝所以大家要有个概念，就是说新鲜牛蒡是拿来煮鸡汤最好吃那干的牛蒡是拿来煮养生茶那因为牛蒡本身已经算很好喝了那你如果要更好喝，就是加枸杞红枣那因为牛蒡它本身偏有一点凉性那所以你加枸杞红枣这个都是可以减缓它的这个凉性。那另外有些人他很容易疲倦特别累，就是整天都会累累的。那这时候你煮这个牛蒡养生茶的时候，除了枸杞红枣以外，也可以加上黄芪黄芪可以加个10片那你这样喝下来一整天这个喝到的这个牛蒡养生茶又好喝，而且喝了以后精神特别好这点提供大家参考。所以张医生，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养生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牛蒡加枸杞然后再加上一些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红枣，那这样子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平常当做茶饮来喝，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那大家真的要学起来。其实养生茶真的可以代替你桌上的咖啡或者是有一些浓茶，我觉得对健康是比较有好处的。那我们再来特别来讲一下刚才这位观众从马来西亚留言的，他说其实他真的没有吃任何胆固醇的药，也从来不吃，然后他吃了低碳饮食结果他现在的就是他现在的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也药都已经停掉，他自己本身就是身体非常健康，所以我想饮食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这位观众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他的分享。我想大家健康饮食，平常你怎么样去根据您身体的健康状况来去做调配饮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也是快要1个小时，但这题我觉得还想问一下，就是张医生，很多人就说会觉得说高血压是中风的风险因子嘛，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吃的药血压压下来了，应该就没事了吧？我可以请教一下，这个您怎么来看待呢？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血压高因为它的压力很大，所以当你的血管一旦有这个脆化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破裂。这时候当然我们会理所当然的会想说，那我们吃了降血压药以后，那这个压力没那么大了，当然血管就不会被这个压力给冲破就不会出血那也就可以减缓中风。这个是从理论上推是这样没错，而且很合理但是我们都要了解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就算在压力很正常，甚至血压很低的时候我们只要血管它有硬化脆化，它一样还是会中风的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营养不良，很多人中风会特别严重，像很多吃素的人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几乎都尽量吃菜啦吃很多的蔬菜，吃很多的纤维结果他可能最后还是中风。最主要是我们的血管本身要维护它的弹性，也必须要有相对应的营养，比如说足够的蛋白质一些维生素，像烟碱酸这样子的，还有一些矿物质，像钙啦、镁这些都可以维持我们血管的弹性所以你一旦营养不良的时候，就算你这个把血压降得很低，也不见得能够就是说一定可以防止中风这一点大家要有个观念是这样。是，所以我想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就是不只是血压低的问题，就是您真的要把您的血管
调理一下，就是把你的整个的身体调理一下。我想这个是比较能够让你预防疾病的关键问题。那我可不可以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我们中医讲调理高血压，是不是比较强调根本的改善？比如说，哪一些体质的人比较容易高血压，但是呢，其实我们比较容易诊断不出来呢？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医生来跟我们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血压会高当然就是你血管硬了以后，血管硬了，我们那个心脏要把血液打出去它会面临阻力，所以只好把血压调高。我们身体会自动把血压调高那原因就是在于说你的血管真的是有硬化，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去多摄取一些软化血管的一些食材就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荞麦啦山楂啦这些都是重中之重大家要特别注意。好，我想今天呢，其实张医生已经提供我们有关于如何预防中风啊，还有如何一些食疗啊，还有一些养生药膳茶。我想呢，今天真的内容非常的实用。如果您觉得今天我们也想要了解怎么去预防中风啊，怎么去来保养我们的血管，记得把这一集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然后我们自己也多听几次，就知道怎么去预防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张维军医师来到我们的99健康咖，跟我们观众朋友一起分享预防中风的一些重点要点。感谢张医生，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那别忘了在离线前呢，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要多一些警觉，多一分照顾。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健康内容，记得点赞分享给更多家人朋友。同时呢，也可以记得留言给我们，下一集说不定我们就回答到您的问题咯。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也谢谢张医生，谢谢。谢谢99，谢谢各位谢观众朋友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再见。